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Dustin。好，那么不好意思，这么久没有录制影片呢，是因为Dustin 的电脑呢，就是荧幕有点怪怪的。好，那在这边先跟大家温馨提醒一下，如果你要买 Mac，OK，好，记住2个原则。第一个就跟买进口车、二手车一样，尽量不要去挑什么很少人买的那一款。像我就是买了 MacBook 12寸，MacBook 12寸的料都很贵，OK， 好，而且都很难修。好，再来第二个就是，如果你要买 Mac 的话，你一定要加买 Apple Care， 不要想说它那个便宜6000块就不买。好，因为苹果真的事后很常会出问题。OK， 这个问题并不是像 Windows 那样的效能问题，不是说什么就是可能用了1-2年那个电脑就慢慢变慢，不是。苹果的电脑其实效能没有问题，就是你用了好几年呢，好都没有问题，效能都 OK， 但是呢就会突然出事啊，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。OK， 好，所以请记得哦，以后要买电脑之前，尽量去买那种就是维修比较方便的，不然你会花很多钱。好，或者是什么，或者是尽量去买那种就是要有保固的 ，OK， 不然你会花很多成本。好啦，这个我们不讲了，我们现在讲回来我们今天的主题，就是说，好，我们今天的小专题是在讲 CR 进阶。那么这个 CR 进阶呢，我们今天要讲的是，好，有些同学会发现一件事情，好，有些时候为什么考试的时候剩下2个选项，你就觉得这2个选项好像怎么样，就觉得这2个选项好像方向都对，然后都说得通，然后呢也有关系，好，就觉得说这2个选项都是正确答案 ，OK。但是问题是最后2选1的时候总会选错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要这部影片就是为了因应这种问题而生的，就是说在考试的时候做 CR， 如果我今天故事看得懂，我也知道他要问什么5个选项我看完之后呢，我发现有2个选项好都是可以当正确答案的，那我该怎么办 ？OK 哦，好，来，那这边我们就要讲很重要的一个观念，就是说 CR 跟 SC 一样。它的选项很多时候是相对的 ，OK， 好，尤其在高难度的题目里面 ，CR 的正确选项往往是相对的，也就是说你要看其他选项怎么设计而定 ，OK， 好，来，我们怎么说呢？我们先让大家做2个题目，好，来，请大家帮我做这一题，来，这一题呢，当你今天做完之后，你现在先按暂停。当今天做完之后呢，我们再回来，好，再重新按播放，再看 ，OK 哦，好，请大家开始做。好，那么大家，当你现在做完之后，你应该会很快发现说，如果你今天做这个题目用排除法的话，是可以很容易的选到D这个答案的。OK， 为什么呢？因为 A 这个答案里面，你很明显看到这篇文章里面怎么样呢？这篇文章里面其实重点在讲的是什么？重点在讲的是今天这个所谓的 genetic modification 这个方法 ，OK， 到底能不能够 increase profit？OK 哦，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重点是要去 evaluate。好，那 A 选项它还讲什么 ？A 选项它还讲的是 whether there are insect pests that sometimes reduce feed corn yield spreads against which commonly used pet insecticides and genetic modification are equally ineffective。他说这2个方法都不能去治某些特殊的病虫害。OK， 那问题来了，今天如果2个方法都不能治的话，请问你那有办法去 evaluate 这个新方法比旧方法有用吗？不行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如果今天要说这个新方法有没有用，你应该是要去把它跟旧方法来对比，而不是说今天2个都不能用。好，所以 A 选项你可以很明显看出来是方向的错误，它不是我们要求的方向。我们今天要求的是凸显这个新方法本身到底能不能取代旧方法。A 选项怎么样呢？如果2个都可以用，2个都或者是2个都不能用，你无法凸显出能不能取代。OK， 好，那再来 B 选项的点是什么 ？B 选项你可以很明显看出来它的是什么？它是所谓的比较的无关，因为 B 选项它强调的是过去几年来都是一样的价格，可是问题来了，今天我们来比较的是2个方法，你跟我比的不是方法，你跟我比的是好年前跟年后的价格，这部分叫比较无关。OK， 价格的高低好跟 each 方法是没有关系的。好，那 C 选项呢，你可以很明显看出来它比的是东西也是无关的。为什么？它今天比的是好，别人比的是2个旧方法，可是我们今天要去凸显的是新方法能不能取代旧方法。OK， 好，那你今天比2个旧方法，你也没办法去证明新方法能不能用。OK， 那今天E 选项也是无关的，为什么？你可以看得出它的最高级写在哪里？写在 most profitable crop。换句话说，它其实是在把这个作物跟其他作物相比。可是问题是我们今天比的是2个方法，不是比各种作物，所以你就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今天呢 A 跟 B 跟 C 跟 E 都是很明显的是在拿出错，就是要么是方向相反 ，A 选项方向相反，没有去凸显去验证新方法跟旧方法
的优势劣势，而 B、C、E 是怎么样的？根本拿出了无关的东西来相比。这个时候唯一可以选就是Do选项，为什么？他讲的是说，我们过去旧方法其实呢是人们在浪费，好，人们浪费了太多的杀虫剂。OK， 好，所以怎么样呢？所以不是人们浪费，应该说是人们在新方法上使用了过多的杀虫剂，好，换句话说怎么样呢？换句话说就是今天好。旧方法怎么样呢？好，我们应该这样讲，旧方法用了过多杀虫剂，所以换句话说，其实上一季好，这个 last season 上一季的时候怎么样呢？其实杀虫剂没有我们想象中用的还多。OK， 好，所以呢，其实旧方法不一定会比较好，不一定会比较差这样子，因为文章里面有讲说，新方法的一个特色是它用的比较少杀虫，比去年还少。但是如果你能证明说去年其实原本不用那么多，那就代表什么一件事就是什么旧方法不一定有劣势。OK 哦，好，那做完这一题之后呢，我们来看是下一题。好，来先不跟你讲我们今天要讲的东西，我们先看你怎么做下一题的。来，请帮我做这一题。好，一样先按暂停。那么当你做完之后呢，好，那我们回来了。好，来我们回来今天来讲这一题。这一题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你如果先用基本的排除删去，你可以很快的排除掉 A 选项、C 选项跟 E 选项。OK 哦，好，那最后会发现一件事情，剩下的 B 跟 Do 选项好像都可以当正确答案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题其实讲的故事跟上题非常非常类似，也是在讲一个新的方法，一个什么新的基因改良种子，好，跟旧方法对比。而文章中跟上一题一样，也是讲说什么？也是讲说今天可以有更高的可以今天怎么样呢？好，用更少的杀虫剂这样的概念。OK， 而且更便宜。好，那你会发现一件事情。好，当文章的题干，当你过去在 OG 里面做到这一题，做到旧的题目这一题的时候，然后呢，做的答案是 Do， 然后呢，你就会发现一件事，做 CR 我们很容易会记得做过题目的思维，对不对？所以当你今天做完这题，记得这题的思维是叫做 OK， 证明旧方法其实呢不需要到那么多杀虫剂，所以它不一定怎么样的劣于新方法。这种时候，你在做这一题，如果在考场上遇到这一题的时候，你就很有可能根据你本能的驱动，好，本能的驱动选了 B 选项 ，OK， 但是呢，对完答案之后发现傻眼了，怎么会答案是Do选项 ？OK， 好，当然了，如果是实战中遇到的话，你根本连答案都没办法对不对？因为他不会跟你讲说你这题写错了，好，但是你那个成绩拿出来，看到 CR 很低分或上不了高难度的地方，你只会觉得怎么样呢？好，到底是为什么？明明我今天考试的时候怎么样呢？我都有读懂题意，然后呢，我也有去仔细的去筛选，但是考试的时候总是会遇到这种2选1，而且最后怎么样呢？还不一定会选对。OK， 根据结果来看，自己应该是没有选对，所以没有上得了高难度的题，没有上得了高难度的那个就是 CR 题。但是到底为什么？好 ，B 选项你看哦 ，B 选项这边明明是讲的是什么？明明讲的是说，好，今天过去怎么样呢？过去用了旧方法的时候用了更多的量，所以对应到文章里面说新方法用的量低于旧方法。OK， 好，这个部分不是跟上一题一样吗？如果你能证明说今天过去的杀虫剂用的量是比需要的更多。那不代表说过去的方法本身怎么样呢？好，其实没有那么的耗费杀虫剂，没有那么的耗费成本，这样子不是跟上一题一样，可以是正确答案吗？好，但是看检讨之后发现说，Do选项其实讲的好像也没错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今天虽然新方法在文章里面各种好，但是呢，Do选项跟你讲说新方法会导致什么？会导致产量下降。那产量下降是不是就是个副作用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时候新方法怎么样呢？就有额外的缺点，它就不会比旧方法好。OK， 好，所以呢，在考试的时候，你很常发现基础删完之后，遇到低难度的题目的时候，删完之后就是正确答案；遇到高难度的题目的时候，删完之后还剩下2个选项。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？请记住，好，在 CR 里面选项是相对的，什么意思呢？这一题如果没有Do选项的话， B 可以是正确答案，理由就跟我们前一题说的一样 ，B 选项本来就是刚刚讲那个好，就是过去使用了过多的杀虫剂，本来就是什么正确答案的思维 ，OK 哈，因为过去用太多的话，代表说原本那个方法没有不好，是人们自己意外用太多。好，所以今天如果这一题没有Do选项的话 ，B 选项可以是正确答案。但是呢，我们来看这题到底为什么是Do选项？原因是因为什么？差别在于程度。
好，请你记住，当你以后考试的时候看到最后2个选项都觉得你都已经确定说方向都是对的，那他今天提到的因素也是有关的。当你发现最后剩下2个选项的时候，好，请你记住 ，GMAT 往往设计相对的混淆选项方法是让一个选项的程度变得不确定，而让一个选项的程度凸显出来。像这个地方 B 选项也是正确答案的思维，好，Do 选项也是正确答案的思维。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？Do 选项用了程度明确的 significantly， 什么意思？会大量的减少。好，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呢？大量的减少，这就是一个严重的缺点。而 B 选项用的是什么？用的是语气不确定的思维，用的是 larger。larger 虽然今天用的比较多，但是呢，请问你这个多是多了1%，还是多了200%，还是多了3倍、4倍？好，这种时候怎么样呢？就相对不确定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多可以解释成今天人们浪费了1%。那我问你哦，1%这个东西，请问程度严重吗？不太严重。但如果今天说浪费了200%，或者用2倍或3倍的量，那严不严重？严重。OK， 好，所以当今天呢 B 选项这种表达不确定的情况下，相较于 Do 选项，它明确的跟你讲说会严重的减少什么？会严重的减少所谓的收成。这2个选项虽然因素都是有关的，好，方向也是正确的，但是 Do 选项会相对于 B 选项更明确的达到什么文章要求的资讯。有没有发现题干这边有写个东西叫做 would be most useful to know in evaluating？换句话说，今天5个选项里面怎么样呢？我们要选的是那个最有可能够评估这个方法成败的。OK， 就算今天2个选项提到的东西都有可能评估方法的成败，像这个地方，好，一个选项讲的是过去的方法其实并没有比较烂，是人们浪费了。另外一个地方是什么？讲的是新的方法有缺点。好，那我们就来比较说，到底今天人们浪费了多少？也就是这个方法被低估了多少 ？OK， 好，或者是新方法的缺点有多严重？好，所以当你以后，所以这边的 take away， 这部影片的 take away 就是什么？以后看到 CR 最后剩下2个选项的时候，我们要去找什么？我们要去找那个好程度上怎么样呢？程度上比较重的 ，OK， 比较明显的。而去避开那个程度不明显的，好，程度比较什么模糊的。大家记住哦，这个判断方式的前提是什么？是你要确定它的方向都是对的，且提到的因素都是跟结论是有关的。OK， 因为这个东西只是最后混淆选项筛选的方式，不能作为你今天做题目的第一步。OK 哈，好，那这个部分就是Dustin今天对于 CR 混淆选项的第一种设计方式的讲解，叫什么？叫做所谓的好程度问题。OK， 好，那希望大家能够用这种方法去检验过去你在做 CR 时候所遇到的难题的设计。好，要永远记住一件事情 ，CR 的选项是相对的。OK， 今天不能够，所以这边还有最后一个 take away 就是什么？不能够说今天5个选项看到喜欢的就选，因为像这一题，如果你看到 B 就选的话，最后一定会傻眼，答案竟然是 Do。OK， 好，因为今天一山还有一山高，搞不好觉得这个选项很喜欢，但是出现后面看到后面 A、B、C、D、E 看完之后，你就会发现有别的选项也符合标准。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要去比较这2个选项的细节。那么其中呢，细节包括什么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程度上到底影响力有多大 ？OK 哈，好，那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相对思维。那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，就是Dustin Gmail的部落格。好，那基本上呢，我Dustin还会继续研究更多更细微的，好让大家在实战中能够应用的方式。OK， 好，那如果各位有任何萤幕维修的资讯，也欢迎跟我讲。OK， 那也希望这部影片拍完之后，希望在网上上传上去是没有色差的。OK， 好，Dustin现在萤幕就是充满了一堆残影跟色差。好。那最后也提醒大家，就是准备考试要认真，好，电脑记得上荧幕保护程式，然后不要开机太久，好，虽然读书读得很认真，但是也要记得保护你的荧幕跟保护你的眼睛。好，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，拜拜。